终于，时间来到，一直等待此刻的楚风赶忙在大树之上刻画结界符号，且在与赵红约定的时间内刻画完毕。而当结界符号刻画完毕之后，这树下便开始闪烁微微光芒。很快的一道结界门在大树下方开启，这结界门不是很深，并且没有阻隔视线，楚风用肉眼就可以看见，在这结界门之内有着一座阵法。这阵法很是厉害，是一种楚风绝对打不开的阵法。事实上，不止我楚风打不开，在楚风看来，5组之内的确没人打开，恐怕就算是寻常的真仙，也未必能够打得开。可是此刻，这阵法正在缓缓开启，而当阵法开启之后，2件披风也是浮现在了楚风的眼前。看来小事没有骗我们。楚风将2件披风取了出来，顿时欣喜若狂，因为单用看的，楚风也看得出来这2件披风的厉害。这披风的厉害之处是，此时此刻若是穿上它不会有任何的特殊的地方，但是楚风看得出来，只要在特殊的地方，这披风能够发挥出超乎想象的作用。这是一种定制型的宝贝，唯有在特殊的地方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而这也更是充分的说明了小师没有欺骗楚风，因为小师说的就是这个披风在凯宏大师的遗迹之内可以躲避、尽管隐藏穿戴者。那个小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知道这些秘密？女王大人若有所思地说道：“想知道答案，回去问问便可知晓。”楚风说完此话，便拔空而起，向客栈返回。至于这棵大树，楚风并未管，因为当楚风将这2件披风取出之后，阵法就已经关闭，就连楚风刻画的结界符号也是随之消失，大树恢复成了以往的模样。更何况大树下最珍贵的披风已经全部被楚风取走，就算有人发现此处，并且能够破开阵法，也注定是要空手而归。楚风一路飞奔，很快便回到了客栈外，只是客栈外的场景却让楚风喜悦的脸庞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担忧与愤怒。客栈外面聚拢了很多人，就像是在看热闹一样，但这些人自然不足以让楚风这般。楚风之所以这般，那是因为他看到了王强。此刻的王强被一座结界阵法倒着悬挂在半空之上，赤着的胸膛上面用鲜血在其胸膛上写着2个大字：废物。至于王强，此刻已经昏死了过去，可是血液却不断自其身体流下，顺着脸颊，顺着头发滴落而下。该死！楚风赶忙飞落而下，破开大阵，将王强救了下来，且立刻布置一座疗伤阵法为王强疗伤。何人破我阵法？而阵法刚刚被破开，便有人大喝一声，紧随其后一大群人便冲了出来。这些人乃是上军府的弟子，为首的正是狄九州。居然是你这个怂货！见到楚风，上军府的人颇感诧异，与此同时，脸上不免涌现出一丝失望之色。事实上，不仅是上军府的弟子，就连围观的其他人，此刻也是倍感失望，因为楚风此刻的装扮与离开之时一样，很多人都记住了他。人们很清楚，楚风与王强是一起的，但是之前上军府那般挑衅楚风都选择了退让，在人们心中已经给楚风打上了一个标签，那便是怂货。所以，若是其他人来救王强，人们还会有所期待，觉得会有一场好戏可看。但是换作是楚风的话，人们便都很是失望，他们可不觉得这个之前认怂的家伙还能掀起什么风浪。一时之间，各种叹息在围观的人群之中响彻不断。我这兄弟是你们伤的。楚风根本不管旁人是何目光看他，而是径直地看向了狄九州。他知道，倘若王强是被这些人所伤，那唯有狄九州有伤王强的本事。是我伤的，你想如何？狄九州轻蔑的一笑，全然未将楚风放在眼中。楚风剑眉倒竖，眼中杀气涌动，磅礴的怒意更是涌遍全身各处。但是此刻的他却只说出了一句话：伤我兄弟者死。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虽然他们并不觉得楚风能与上军府的人抗衡，可是不知为何，当楚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了一阵刺骨的寒意，口气倒是不小。只不过今日要死的是你们2个。狄九州冷声说道：狄师兄，这个废物不用你出手，我来收拾他。然而就在这时，那名先前挑衅楚风的男子却是抢着站了出来。小子，先前你挡路，我就已经放了你一马，想不到你还敢回来，这一次我可不会放过你了。话音刚落，那名男子便化作一道流光，向楚风飞掠而去。与此同时，5品半组的威压更是毫不掩饰地释放而出，狂风阵阵，声势浩大，令围观之人顿时眼前一亮。在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楚风要倒霉了，而事实上，那男子此刻的拳头已经向楚风的面门轰了过去。他的打算与众人所想一样，就是要狠狠地教训楚风一番，以彰显他的本事。但他并不只是想简单的教训楚风一番，教训楚风只是一个过程，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杀了楚风，唯有这样才能立威。然而当他的算盘已经打好，当他的拳头猛然轰出之后，他的脸色却是顿时大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这本该将楚风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将其轰出数千米开外的一拳，竟然被楚风从容地躲开了。怎么可能？这个废物，这个怂货，怎么可能躲开我的一拳？那名男子此刻心中倍感诧异，万般不解。然而在下一刻，男子顿时傻眼了，因为他感觉喉咙被锁，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体内，肆虐翻腾。在那力量的肆虐之下，他已经丧失了战力。事实上，此刻不只是那男子傻眼了，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傻眼了，因为他们清晰地看到，楚风只用一只手便抓住了那名上军府男弟子的脖子，此刻已经将其高高的举了起来。而先前还气势磅礴的上军府弟子，此刻就像是一只无力的小绵羊，落到了猛虎的手中。他被楚风抓在手中，高高提起，却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同是5品半组，楚风怎会如此之强？逆战3品，
人群之中，一位见多识广的老者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什么？他竟然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听得此话，人们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为何同为5品半祖，楚风能够如此轻易的就将上军府弟子击败。逆战3品，那可是非同寻常的逆天战力。所以当得知真相之后，人们对楚风顿时刮目相看，那种敬畏的目光再度涌现而出，甚至很多人开始后怕，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后怕，害怕因为先前羞辱于楚风而遭受到楚风的报复。逆战3品，你们两个的战力倒是都很不错，不过可惜修为太弱。狄九州淡然一笑，相比于其他人，此刻的他倒是依然淡定。你现在立刻放了我师弟，然后向我跪地求饶，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狄九州以命令的口吻对楚风说道。狄九州此话虽然说的很是狂妄，可是人们却并不觉得他是在吹牛皮，毕竟狄九州的修为摆在那里，实力也摆在那里，哪怕楚风是逆战3品，哪怕楚风是5品半祖，可在人们看来，楚风也绝对不可能是狄九州的对手。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场争斗很快便会以楚风的失败而落幕之际，楚风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只见楚风掌心猛然一握，随后砰的一声闷响传来，那被其抓在手中的上军府弟子便鲜血横飞，魂飞魄散，死的不能再死！你竟敢杀我上军府的人！此刻上军府众弟子一个个目瞪口呆，愤怒的同时更多的却是震惊，他们真是没有想到楚风竟然敢杀了那位，毕竟那位是上军府的真传弟子，是当家长老的徒弟，楚风杀了他就等于是要与上军府为敌。然而楚风却是面色不改，冷漠的说道：欺我楚风者尚且可忍，但欺我兄弟者绝不轻饶。楚风此话一出，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甚至有些人简直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爆炸了一样。当真是下的不轻，不是他们胆子小，而是楚风的名声现在实在太盛，那可是一位仙袍界灵师，那可是一位绝世天才，最重要的是那是一个连阴凉尘都敢杀的主。你说你是楚风？此刻就连狄九州也是神情大变，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正是楚风说话间将自己头上的斗笠摘下，收入了乾坤袋之内。真的是他！见到楚风真容，本就惊慌的人们更是吓得瑟瑟发抖，因为殷氏天族已经将楚风的画像公布天下，此处的人几乎都知道楚风的真容。只要想到眼前这位真的是连阴凉尘都敢杀的煞星，人们怎能不惧？莫说旁人，就连上军府的弟子此刻也是面色苍白，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莫说实力，单是楚风的事迹就让他们感到畏惧。然而就在大多数人都因楚风而恐惧之时，那狄九州却是大笑起来。很好，楚风，我找的就是你。狄九州说话之间，天赐神力释放而出，修为顿时从7品半祖提升到了8品半祖。与此同时，逆战2品的战力也是散发而出。此时此刻的狄九州真实战力已经可与寻常的1品5祖相媲美。尽管狄九州并未惧怕楚风，但他却也在第一时间施展出了全力，因为他知道楚风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楚风的真实实力绝对不只是眼前的5品半祖这么简单。而就在这时，楚风的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也是一同浮现，楚风的修为瞬息从5品半祖提升到了7品半祖。与此同时，楚风那逆战3品的战力也是毫不掩饰的散发而出。此刻的楚风与狄九州一样，真实战力可与寻常的1品5祖相媲美。感受到二人的气息，围观之人皆是飞奔而起，向远处逃遁而去。尽管楚风与狄九州还皆是就半祖的修为，但是在所有人来看，他们两个已经不是寻常的半祖了。他们两个拥有的力量可是能与寻常的1品5祖相比较的。尽管可能还不是1品5祖的对手，但至少已经能与1品5祖一战了。这种家伙的交手不是他们所能够承受的，就算是要观战，也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行。就在这时，刺耳的轰鸣猛然传来，楚风已经与狄九州交战在了一处。一时之间，强大的能量涟漪顿时席卷四面八方，那些修为稍弱之人逃脱不及，被涟漪搅乱，轻者被吹飞开来，重者竟已身负重伤。那座由结界加持的客栈也是被夷为了平地，轰鸣越来越刺耳，如同万雷齐鸣，涟漪也是越来越强，似要毁天灭地。怎么办？这楚风太强了，狄九师兄怕是不敌，我们还是快去找救兵吧。此刻上军府的弟子有些慌了，去找救兵不过是借口，想逃才是真的。你们有点出息行不行？现在狄师兄正在与那楚风血战，我们怎逃？有上军府的弟子说道。放心吧，狄师兄肯定能胜过楚风，千万不要忘记，狄师兄可是2等势力之中最强的天才，整个百炼凡界能与狄师兄抗衡的天才只有那么几个，并且那几位全部都是1等势力的超级天才。你们该不会觉得这个来路不明，说不定是哪个天族野种的楚风真的能与1等势力的超级天才相比吧？一名上军府的女弟子说道。她正是之前最开始说楚风是废物，然后最先挨了王强一耳光的女子。也是，我们应该对狄师兄有信心才对。听过女子的话后，上军府的弟子们倒也是来了自信。就在这时，楚风与狄九州的战圈忽然传来一声怪吼，定目一看，那方被涟漪包裹的天地之中绽放出了奇异的紫色光芒。与此同时，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也是散发开来。快看，那是我上军府的地境武技，地境上军印。天哪，狄师兄他竟然修炼成了地军上军印！哈哈，这可真是太好了，这楚风遇到了我们狄师兄，也真是他倒霉。此刻上军府的弟子面色大喜，身为上军府弟子的他们深知地军上军印的厉害，在上军府内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军印一出，天下无敌，竟是传说中的地境上军印。听到上军府弟子的呼喊，
其他人也都是知道了。此刻那股气势磅礴的紫焰究竟是什么来头？然而地境上军印的威名实在太盛，那堪称是上军府最强的地境武技，所以当得知那便是地境上军印后，人们也都是吃惊不已。地境上军印太强，地境武技之中少有敌手。楚风与狄九州战力相同，但狄九州却施展出此等武技，看来胜负已分，是楚风败了。此刻，一位似是见多识广的老者说道，而老者此话一出，旁人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老者的话。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巨响传来，一股磅礴的威势更是瞬息将那紫色气焰轰散。不仅如此，就连那汹涌的涟漪也都被轰散开来。天哪！那是这一刻，在场之人皆是面色大变，因为当那涟漪消散之后，他们可以看见楚风与狄九州的真容。只不过此刻的楚风依旧如先前，身穿雷霆铠甲，威风凛凛，但是在观狄九州，不仅天赐神力丧失，此刻正如断线的风筝一般，从天际坠落而下。败了，是狄九州败了。上军府弟子面如死灰，围观群众也是目瞪口呆，因为这个结果当真是意料之外，想不吃惊都不行。那可是狄九州啊，2等势力之中的最强天才，并且众所周知，狄九州这2等势力最强天才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而是他用实力击败无数天才才获得的名声。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居然败了，并且还是在施展出了地境上军印这种强大的武技之后失败的，那岂不是说楚风刚刚破开了上军府最强的地境武技？然而就在狄九州将要坠落地面之际，他的身体却又忽然飘了起来，一股奇异的力量开始自其体内散发而出。当那力量涌现之后，本已陷入昏迷的狄九州竟然苏醒了过来。苏醒后的狄九州立刻喷出了一大口黑色的血液，准确来说，那不像是血液，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物体。但是当那口液体吐出之后，狄九州的脸色竟然好转了许多，至少不再像先前那般宛如将死之人一样。而很快的，那股特殊的力量开始交织在一处，竟然幻化出了一道身影，是府主大人。看到那道身影，本已面如死灰的上军府弟子顿时欣喜若狂。身为上军府的弟子，他们一眼就认了出来。此时此刻，那站在狄九州身前的身影，乃是他们上军府的府主大人。虽然那道身影的确是上军府的府主，可是楚风却也不惧，因为楚风一眼就看出来，这只是一道残魂，并不具备战力。这位小友可是楚风。上军府府主看到楚风之后，也是眉头紧皱。若是换做其他人，他大可进行一番威胁，以他上军府的威名，便可将对方吓得屁滚尿流。但是这个楚风如今可是名声极盛，而种种名声皆是告知世人，楚风是一个不好惹的主，恐吓似乎无用。所以当上军府府主看到楚风之后，便意识到了眼前的情况，很是棘手。正是楚风虽然从容回答，可是眼中的杀意却是丝毫不减，这让上军府府主更是心中一紧。他越发确定眼前的这位很是不好应付。楚风小友你好，老夫乃上军府府主，也是狄九州的师尊，不知你与我徒有何仇怨，使得你竟要置他于死的？上军府府主问道。他伤我兄弟。楚风说此话之时，看了一眼下方那被阵法所守护的王强，虽然此刻王强的伤势已经好转了许多，基本快被治愈了，可是他胸口那涌鲜血所刻写的废物2字却依然健在。见此一幕，上军府弟子顿时眉头一皱，因为单从字迹他就能够确定，的确是狄九州所为。九州，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何要伤楚风小友的朋友？上军府府主神色严厉地对狄九州质问道。你问他无用，不如让我来说吧。忽然一声略带怒意的声音自下方传来，是王强。王强不仅醒来，此刻更是自行破开了楚风的守护阵法，飞天上最终来到了楚风的身边。可毕竟王强的伤势还未痊愈，来到楚风近前咳嗽了几下，竟咳出了血。王强，你还未痊愈，此事交给我处理。楚风关切地问道。没事。王强大嘴一咧，便随意地将嘴角的鲜血给摩擦了一下去，随后便看向了上军府府主，说道：你想知道经过？我就告诉你，让你知道你的弟子到底有没有理。我本在客栈吃饭，我兄弟出门的时候刚好遇见你的弟子，门就那么大，本可同时走过，可你的弟子非要我兄弟让路，我兄弟有事在身，不爱斤斤计较，于是便让了路。这事本该就此过去，可你的那些弟子竟然还在我兄弟走后说我兄弟坏话，指名道姓说我兄弟是废物。我看不过去，便去扇了他们每人一耳光。是我承认是我先动的手，可狄九州也伤了我，而且是重伤。后来狄九州用小师威胁我，让我给他下跪认错，为了小师安全，我跪了。你真跪了？楚风很是惊讶地看着王强。我不仅跪了，我还给他叩头了。兄弟，当时换作是你也会这么做，毕竟小师的小命当时就握在那狄九州的手里。王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并未再多说什么，可是楚风此刻心情却是难以言表的，他不由得又看向了狄九州，眼中的杀意越来越浓。按理来说我怂了，再怎么说这事也应该过去了，可你的弟子却并未放过我，他要我说我兄弟是废物，要我辱我兄弟，我王强自然不会答应。我不仅没说，我还对他出手了。可我不是他对手，所以我就被他打成了狗。不过他并未杀我，只是羞辱我。其实他目标很简单，明眼人都懂，都看得出来，他不过是图英氏天族的赏金，想引我兄弟上钩，然后好用我兄弟的人头去英氏天族领赏而已。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你若深明大义，应该知道怎么处置。王强冷声说道。你少胡言乱语，
明明是你先对我出手的。狄九州反驳道：“没错，是那科巴先对我们出手的，而那个楚风更是杀了马师兄。”上军府的弟子们也是一脸委屈的说道：“我并未说过，不是我先出的手，可我所说皆是属实。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他们都亲眼看到了。”王强指着围观之人说道：“就算你说的属实，可那楚风杀了马师兄也是属实。府主大人，你要为马师兄报仇，为我们做主啊！”上军府的弟子们苦苦哀求，就好像他们真的是受害者一样，可谓不要脸到了极致，全都给我住口！然而就在这时，上军府府主却是转过头来，对着上军府的众位弟子怒喝一声。一声怒喝之下，上军府的弟子顿时一脸茫然。本来他们都觉得府主大人出场，有人为他们做主了，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府主大人不仅不立刻对付楚风，反而还对他们动怒，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然而在上军府众弟子不解之际，上军府府主的心中已经忍不住骂娘了。身为狄九州的师尊，狄九州等人是什么脾性他最清楚。对于王强所说之事，他根本不怀疑真实度，他很清楚那种事情狄九州他们的确做得出来，所以他根本不关心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他出现本来就是帮着狄九州和他上军府这些弟子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这根本就不是真身，不过是一缕残魂。虽然气势上看着不错，可根本不能造成实际上的杀伤力。可怜他上军府的这群蠢弟子根本看不出来，还想着让他出头，还在那边装可怜。而最让他郁闷的是，虽然他上军府的弟子没有看出来，但是楚风与那王强却似乎已经看了出来。这位小友，敢问尊姓大名？这种情况下，上军府府主也只得客客气气地对王强问道。上军府府主这一问，莫说是上军府的弟子很是吃惊，就连围观之人也是越发吃惊。到底怎么了？对方已经杀了上军府的弟子，上军府府主为何不直接将其斩杀，反而这般客气？不明真相的他们真的是无法理解。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王强。王强说道。王强小友，楚风小友，先前是我上军府弟子不对，但楚风小友却的确是杀了我上军府的弟子。天大地大，不如人命大，但此事的确是我上军府不对在先，我们便不予计较，此事就此作罢。不知你们意下如何？上军府府主说道。作罢？居然要作罢？天哪！上军府府主居然主动求和。听得此话，围观之人更为吃惊，甚至人群之中已经开始窃窃私语。作罢？呵呵。然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却是笑了，他的笑容很是讽刺。楚风小友，不管怎么说，你都杀了我上军府的弟子，难道作罢你还不满意？上军府府主毕竟是上军府府主，就算求和也不能表现得太过卑微。见楚风不识好歹，为了保全形象，他那满是笑容的脸上也终于涌现出了一丝不悦。若不是你的弟子不是我的对手，若不是你此刻只是一道残魂，而不具备真正的实力，你会作罢吗？说到底，你只是想用这种手段来保全你弟子的性命罢了。而今日，假如我作罢了，那么今日之后，你又是否会真的善罢甘休？楚风冷笑着说道。他根本就不相信上军府府主，也根本就没有善罢甘休的打算。什么？只是一道残魂？难怪上军府府主不直接对楚风和那个科巴出手，原来他只是一道残魂，根本就不具备制裁楚风二人的手段。而听得楚风的话后，围观之人终于恍然大悟。与此同时，上军府的弟子自然也是明白了过来。当得知原来他们尊敬的府主大人实际上只是一道残魂，根本没办法替他们解围之后，他们也是再度陷入了惊慌失措、恐慌万分的慌乱之中。楚风小友，我知道你是仙袍界灵师，可你就能够确定我真的只是一道残魂？如果我不是残魂，可你却贸然出手，那后果会是如何？你应该清楚。上军府府主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冰冷且自信的笑意，他是在搏，最后搏一次。博楚风还没有完全看穿他是残魂，想用威胁将楚风恐吓住。我没有时间与你废话。楚风不耐烦地轻哼一声，随后便握紧手中的岩浆帝君剑，一步一步地向狄九州走去。楚风，你到底想怎么样？眼见着楚风已经靠近了狄九州，而挡在狄九州身前的他却又无可奈何，上军府府主变得焦急起来。我之前就说过，伤我兄弟者死。楚风冷漠地说道，那种坚定的目光就仿佛是谁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定，谁都无法救那狄九州一般。楚风，你若敢杀我徒，老夫绝对不会放过你。见楚风竟然如此轻视于他，上军府府主也是气得咬牙切齿。上军府府主此话一出，楚风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楚风他终归还是害怕了吗？见楚风停下脚步，上军府的弟子不由松了一口气。可是谁曾想，就在这时，楚风的嘴角却是掀起一抹冷漠的笑意，说道：这种话从小到大我听过太多次，但我的回答不会改变。伤我兄弟者杀！楚风此话说出之际，手中的岩浆帝君剑便化作一道火光，一道火焰巨龙飞奔而起，径直地向狄九州飞掠而来。先是一声巨响，那火龙将上军府府主的身体轰成了粉碎，向所有人证实了那的确是一道残魂。而紧随其后又是一声巨响，这声巨响之下还有漫天血水飞舞，是狄九州。狄九州不仅肉身被轰成粉碎，就连灵魂也被摧毁，被楚风彻底抹杀。杀了他，真的杀了狄九州！天哪，那可是上军府的第一弟子，一位利奥德的天才啊！这一刻，围观之人一个个瞠目结舌，目瞪口呆。虽然早就听闻楚风名声，但当亲眼所见之后，仍是感觉难以置信。那可是上军府府主的弟子，二等势力中的最强天才啊！而且楚风还是在上军府府主开口阻止之后出的手，这等手段也未免太霸道了一些。而震惊于楚风霸道的同时，人们却不由得看向了王强，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楚风的出手
其实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王强，这让人们震惊于楚风那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之计，心中也心生感慨于楚风的重情重义。兄弟，还你！楚风虽然将狄九州杀了，可狄九州的乾坤袋以及诸多宝贝，楚风却还留着。楚风不仅将王强的东西还给了王强，还将狄九州的宝贝分成了一半于王强。嘿嘿，你这是要和我见面分一半啊？这么多好东西，我若是不要，你是不是会不高兴？王强看着那些宝贝，笑得那叫一个开心。不是王强贪财，而是这狄九州身上的宝贝还真是不少，就连半城祖兵这个家伙的乾坤袋内竟然就有20多把，并且皆是精品。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宝物。别看狄九州的结界之术不是很强，可是他收藏的宝贝之中，很多都是结界之术所需要的珍贵之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你若不要，我就不勉强了。楚风笑着将手中的宝贝收了回来。别，还是见面分一半吧。见状，王强赶忙将楚风的手拉回来，并且主动将楚风手中的宝贝收入了自己的乾坤袋内。对此一幕，楚风则是越笑越浓。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他肯拿出来，就做好了与王强分享的准备。先前故意收回，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并非真的打算收回。倒是王强此次受辱与楚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楚风心中有愧，而见此刻王强能这般高兴，楚风的心里倒也是舒坦不少。楚风，上军府的家伙们不要放过，他们的本源本女王也要了。就在这时，女王大人的声音忽然响起，而楚风侧头观望，才发现上军府的弟子们正在向远处逃窜而去。说来也逗，那些上军府的弟子也不知道分开逃窜，此刻竟仍然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愚钝在此刻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楚风摇了摇头，随后眼中却有杀意再现。只见楚风身形一动，顿时一道雷芒横空而过，眨眼之间就追上了上军府的弟子，拦在了他们的身前。磅礴的威压席卷而下，上军府的弟子们顿时失去了前行的力量。当看到楚风拦在身前之后，更是面如死灰，吓得双腿发软。楚风，饶命啊！饶命啊！一时之间，上军府的弟子竟齐刷刷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磕头求饶，全然失去了第一次碰见楚风之时的凌人之气。我只问一句话，若是此刻拜的是我，你们可会放过我？楚风冷漠地扫视这群欺软怕硬的家伙，淡淡地问道。对于楚风的问题，上军府的弟子纷纷一愣，在他们的脸上都有着一丝犹豫。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回答之际，只见楚风大袖一挥，磅礴的武力便化作无形的镰刀，自上军府弟子身上横扫而过。只是一击，那些上军府的弟子便皆是化作了道道血水，纷纷死在了楚风的手中。楚风很清楚，他们若是开口，一定会说他们会放过楚风，但楚风更清楚，若此时此刻真是楚风与王强败给了上军府的弟子，以上军府弟子的性格，绝对不会放过自己与王强。上军府的人早就对楚风动了杀念，所以对于这种人，楚风找不到放过他们的理由。什么天才，本源一点也不好吃，根本就不够劲。吃光狄九州等人的本源后，女王大人却是嘟着小嘴，一脸的幽怨。因为将上军府弟子的本源吞噬之后，女王大人的修为并没得到丝毫的提升。还没看够。忽然，王强扯着大嗓门对围观之人大吼了一声。见状，围观之人赶忙退散。楚风的杀伐果断，他们今日算是见识到了。此时此刻，当真对楚风惧怕3分，他们生怕楚风杀得不过瘾，把他们也一起解决掉。伤势怎么样了？在围观之人纷纷逃散之后，楚风对王强问道：“小意思，我自己就能搞定。”王强无所谓的说道：“小师呢？”楚风问道：“哎呀，对啊，那个小家伙呢？”听楚风这一问，王强也是慌了神，开始紧张的四下寻找起来。他当时被狄九州打昏了，真不知道小师的去向，但明明记得他挨打的时候还听见了小师替其说情。此刻见不到小师，王强自然是慌了神，生怕小师遇到了不测。不用担心，估计他是离开了，而并非遭遇了不测。楚风冷静地分析道。王强也是精明之人，听楚风这样一说，顿时有所领悟，问道：“莫非那个小家伙没有说瞎话？他并未骗我们，披风的确存在。”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就连大大咧咧的王强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随后感叹道：“那个小家伙到底是何来头？”王强已经不再担心小师的安危了，他与楚风一样，觉得小师不会平白无故知道这种秘密。小师定然来历不凡，恐怕他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秘密。这种来历不明的小家伙，绝对不能当寻常的孩子来看。他应该没有被狄九州他们伤害，而是知道我与赵红成功拿到了披风，所以故意躲起来了。估计是不想解释他为何知道这些事情吧。楚风说道。早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当时就该问清楚。这是太他妈诡异了。王强很是后悔的说道。楚风，你觉得？小师那么坚定的说，那一计就是凯红大师的一计，并且他还知道这种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会不会与凯红大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事情不好说。总之，我觉得小师不像坏人，遇到他也算是缘分。楚风笑着说道。那倒也是。王强不可置否的耸了耸肩。随后，楚风与王强倒未急着离开，而是在附近徘徊。毕竟他们之前与赵红约好了，要在客栈会合。若是他们走了，怕是赵红会找不到他们。好在赵红很快便回来了，而赵红知道王强竟惨遭上军府的羞辱，顿时气得怒火升腾，喊着要杀光上军府的所有人。楚风与王强劝了好一会，才总算将暴脾气的赵红给稳定下来。之后，赵红也与楚风二人探讨了一下小师的问题，因为赵红与楚风一样，都成功的拿到了披风，但是小师的确来路不明，他们3个分析许久，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之后，
赵宏便带着楚风与王强前往了那座他知道的大阵。楚风他们若要想要在如今这强者如云的八荒乱坟岗内分得一杯羹的话，单单依靠那隐身披风显然不够，战力还是非常重要的。而赵宏知道的那座大阵，偏偏能够为楚风他们提供这样的战力，所以是绝对不容错过的。一番赶路之下，楚风等人进入了八荒乱坟岗深处，一路上遇到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各个势力的都有。楚风甚至遇到了落峡谷与三星殿的人，但楚风却并未与他们打招呼，只是擦身而过。又因赵宏的斗笠十分利奥的，不仅能够隐藏面容，还能够变化斗笠的外貌，甚至斗笠明明戴在头上，外人却看不到，在外人眼中看不到斗笠，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不熟悉的陌生人。所以落峡谷与三星殿的人，哪怕与楚风擦身而过，倒也没有一个能够认出楚风。终于，楚风三人来到了赵宏所说的地方，这是一个远离海虹大师遗迹入口的地方，所以这里几乎是渺无人烟的地带，不妙。然而来到此处后，赵宏却是神色一变。怎么了？楚风问道。当初我留下了一座隐藏阵法，但是那阵法被人破了。赵宏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楚风与王强也都是神色一变，毕竟此事非同小可，但是他们却并未因此而立刻退去。楚风更是动用天眼，向赵宏所指的方向观望而去，想要一探究竟。与此同时，赵宏与王强也都是使用各自的观察手段向内观望。而这一看不要紧，三人皆是眉头紧皱，心中一紧。他们看到了一座阵法，那是一座隐藏阵法，那乃是仙袍界灵师的手段，并且是蛇纹级的仙袍界灵师。在百炼凡界这种地方，仙袍界灵师当真是不多，几乎每一个仙袍界灵师都是有些手段的人，更何况布下此阵者竟是一位蛇纹级的仙袍界灵师，比楚风三人都一要强出一个级别。可是仔细观望，当楚风看透那隐藏结界，见到隐藏结界之内的原貌之后，他的嘴角却是掀起了一抹笑意。真是冤家路窄啊！楚风淡淡的笑道。因为在那隐藏结界之内有着4个身影，这4个人楚风认识，竟是结界四皇。结界四皇此刻正在合力催动一座阵法，那是一种破解阵法，而他们将要破解的乃是一座很古老的奇异大阵。不用赵宏亲自说，楚风就能够猜到，结界四皇此刻正在破解的阵法，正是赵宏所说的能够获得战力的阵法。但是令楚风颇感意外的是，结界四皇此刻所催动的阵法也是非同小可，乃是一座蛇纹级仙袍界灵师所布置的阵法。很显然，这阵法不是他们4个布置的，因为他们4个依然是黄袍界灵师，不可能布置得出如此利奥德的阵法。可是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布置如此厉害的阵法，却让结界四皇来催动呢？在楚风看来，这座阵法就应该是结界四皇他们那位母亲大人的手段了，除了他们的母亲，不会有人做出这种事，并且还让结界四皇来催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结界四皇虽然只是黄袍界灵师，但是他们却身怀至宝，在那至宝的帮助下，他们催动这阵法倒也不是很费力，并且可能他们在此处催动这阵法应该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座能够获得战力的大阵似乎就快要被解开了。这4个胖子简直就是在为我们做好事啊！王强一脸的坏笑，就跟是捡到了宝贝一样。毕竟结界四皇催动的破解阵法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布置的，这是楚风三人联手都无法布置出来的阵法，威力相当之强。而此时此刻，在结界四皇的努力的催动之下，那座大阵已经快被解开了。所以楚风他们只要抢到掌控权，继续催动那座由结界四皇母亲布下的大阵，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解开那座大阵，可谓是坐享其成。楚风，你似乎与这结界四皇有些过节。赵宏说道。的确有些过节。楚风说道。那你要欠我一个人情了。赵宏的嘴角掀起一抹诡异的弧度。楚风明白了赵宏的意思，知道赵宏是要替楚风收拾这结界四皇，留活的。楚风说道。为啥呀？赵宏不解。兄弟，你可别妇人之仁啊，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王强也是说道。有赵宏在，他们4个的确不足为惧，可事实上我也从未真的将他们放在过眼中。若要说忌惮，我忌惮的是他们的母亲。现在来看，他们的那位母亲肯定也是在这八荒乱坟岗之中，若是留着他们的话，也许有用。毕竟从这2座阵法来看，他们的母亲应该是一位蛇纹级仙袍界灵师，蛇纹级的仙袍界灵师可不好找。楚风说道。明白了，你这家伙还真是够精明的，竟然想到了这么多。赵宏颇为诧异的看着楚风，可是目光之中却也有着一丝敬佩。我兄弟必须聪明。王强也是颇为赞赏的说道，就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利奥德的事情一般。他们都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楚风的意思是，若是直接杀了结界四皇，那也就是杀了，除了铲除了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隐患，并没有其他好处。可是众所周知，结界四皇的母亲对他的这4个孩子非常溺爱，留着他们4个，也许能够利用结界四皇的母亲。虽然能否遇到结界四皇的母亲都是两说，但只要有相遇的几率，楚风他们也就多了一个底牌。看来结界四皇的母亲很是自信，只布置了隐藏结界，却并未布置守护结界。赵宏说道。这不正好，若是有守护结界，咱们还未必破得开，但是没有的话，嘿嘿，只是这个隐藏结界可拦不住咱们。王强笑嘻嘻的说道。开始吧，虽然只是隐藏结界，但是想要破开也需要一点时间。赵宏说道。咱们3个联手，老也用不了多久。楚风说道。随后楚风、王强、赵宏这3位重文级的仙袍界灵师便开始联手布阵。他们先是联手布置了一座隐藏阵法，将他们覆盖在其中，为的是避免等一下与结界四皇交手，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当隐藏阵法布置完毕，他们3人才开始联手破解。
结界四皇母亲布置的隐藏阵法，就如同王强所说，那虽然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的手段，可只是隐藏阵法，而并非守护阵法，所以他们三个联手破解，倒也不用难。伴随着一声巨响，磅礴的结界之力开始四下奔腾。楚风三人已经成功的将结界四皇母亲的隐藏结界破开。什么人？隐藏结界被破，这让结界四皇骇然大惊。毕竟在他们看来，能够破开他母亲结界阵法的，定然非寻常之辈，竟然是你。然而，当他们四个将目光投来，发现那来者竟然是楚风之后，嘴角之上顿时掀起了诡异的弧度。当发现是楚风之后，结界四皇脸上的惊恐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狂喜之色。此刻，他们四个也不再继续催动阵法，而是纷纷站起身来，从阵法的四座阵眼踏出，嘴角带着阴冷而诡异的笑容，向楚风缓缓走来。那个目光就像是四只猛虎在看到三只小绵羊一般。为何是三只？在他们看来，楚风的朋友如楚风一样好欺负，所以王强与赵红也都被他们归入了弱者的队列之中。楚风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啊！结界四皇老大对楚风说道。对于结界四皇老大的威胁，楚风则是淡淡的一笑。结界四皇的实力虽然强，可那只是对楚风与王强而言，若要与赵红比，他们四个显然不是对手。所以此刻结界四皇的老大居然对他说这种威胁的话，心中盘算着怎么折磨他们三人。楚风怎能不笑？你居然还笑得出来？你小子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结界四皇老大说道。你们四个是蠢货吗？王强插嘴说道。哪来的磕巴，竟然敢骂我们？结界四皇老大说话之间，衣袍舞动，他那无品无祖的威压顿时排山倒海一般向王强压迫而来，竟要直接将王强拍成肉泥，置王强于死地。然而那威压还未靠近王强，一道身影便自王强身旁飞掠而过，掠向了结界四皇老大。这道身影气势极强，瞬息便将结界四皇老大的威压给冲得烟消云散，而紧随其后，他便来到了结界四皇老大的身旁。当那道身影落下之际，结界四皇竟纷纷跪在地上。是威压，一股磅礴的威压将他们硬生生的给逼迫的跪在了地上，而那威压正来自那道身影。那道身影正是那只与五行秘籍交战的仙灵界界灵。别看这只界灵只有3品5祖的修为，可他却具备逆战3品的战力，真实实力可与6品5祖一战。所以哪怕是结界四皇中实力最强的老大，却也根本不是这只界灵的对手。这一刻，结界四皇也都慌了，他们能感受到那只界灵的强大，所以意识到了此刻的局势很是不妙。蠢货，你们老娘布置的阵法都被我们破开了，你们居然还敢与我们叫嚣？你们是没长脑子吗？王强指着结界四皇讽刺地说道。狂妄之辈，我们乃是结界圣姑之子，你们若敢伤我们的母亲大人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结界四皇老大威胁道。果然是没长脑子，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威胁我们？赵红眉头一皱，眼中涌现出不悦之色，随后对那界灵说道。给我狠狠地打得他亲妈都认不出他们。赵红此话一落，那界灵便凶狠出手，在界灵四皇一番哀嚎惨叫之下，那界灵果然将界灵四皇给打得面目全非。住手！你们真是不想活了，快点住手！结界四兄弟双手抱头，哀嚎不断。可是他们竟依然在恐吓楚风他们，看来打得还是不够狠，再狠点。楚风说道。而听楚风这么一说，那界灵居然倒也听了，下手越发狠辣，将结界四皇浑身的骨头都给打成了粉碎。楚风，你给我记住了，今日若是我们四兄弟不死，来日必要你10倍奉还。结界四皇老大大声呼喊着，都到了这个份了，居然还敢威胁我们！来，把这个喂他们4个吃了。赵红说话间，自乾坤袋内取出4条奇异的大虫子，丢向了那只仙灵界界灵。这4条虫子长得很像蚯蚓，可个个都有1米多长，十分恶心，并且只看一眼也知道这是一个剧毒之物。不要！住手！你们想知道什么？我们说还不成吗？大哥，他们想知道什么，咱们就告诉他们吧。这虫子毒性太大，我们万万不能吃啊！看到这虫子，结界四皇顿时吓傻了，尤其那3兄弟更是吓得浑身颤抖，开始主动求饶。因为身为界灵师的他们能够看得出来那虫子的厉害。说什么说？你们4个都得死！王强愤愤地说道。等一等！然而楚风却是忽然开口，且问道：你们的母亲现在何处？最好说实话，若有半句欺瞒，被我发现，我绝不放过你们。见楚风居然真的对他们提问，结界四皇虽然很是不爽，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低头。而在一番逼问之下，楚风也是得知，发现这里的人乃是结界四皇的母亲，他们的母亲有着特殊的宝贝，所以才破开了赵红之前留下的隐藏结界，发现了这座阵法。说起来这也算是一个巧合，当发现这竟是一座可以获得强大战力的阵法，结界四皇的母亲也是一惊。不过结界四皇的母亲因急着进入凯红大师的遗迹，与众高手抢夺宝物，所以不能在此处久留，无奈之下才布置此阵，让他的4个儿子利用至宝来破开此阵，获得阵法之内那5祖巅峰级的战力。可是不曾想，眼看着阵法快要破解成功，居然被楚风他们给摆了一道。楚风，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而想必你们也是为这阵法内的战力而来。阵法的战力我们可以让给你们，但是你要放我们离开。结界四皇老大说道。放你们离开，然后去找你们母亲，找你们母亲对付我们。楚风冷笑着问道。楚风，你放心，我乃是言而有信之人，我答应你，只要你今日放了我们4兄弟，以往的过节我们从此一笔勾销。结界四皇老大说道。这一刻楚风又是一笑，对于结界四皇老大之前说的话，楚风都信，
但是最后这句话，楚风却绝对不信。尽管结界四皇在努力掩饰，但楚风还是能够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出来，他们对楚风有着浓浓的杀意。今日若是让他们脱困，日后他们寻得斩杀楚风的机会，绝对不会放过楚风，把那虫子喂他们吃了。赵红冷漠地说道：“不，你们这3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你们不得好死！”听得此话，结界四皇顿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然而那界灵却根本不管他们，强行将4条虫子塞入了结界四皇的口中。一时之间，结界四皇叫得更加悲惨，叫得太难听。赵红说话间，取出了一个特殊的麻袋，将结界四皇给塞了进去。别看结界四皇体积很大，但是这麻袋却也有着特殊作用，不过普通大小，却足以将结界四皇全部塞进去。赵红将这个特殊的麻袋捆绑好，便丢在了一旁，这才看向了那座阵法，说道：“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了。”而听赵红这样一说，楚风与王强互望一眼，脸上也都涌现出了期待之色。5组巅峰的战力已经触手可得，随后楚风、王强、赵红3人便借用结界四皇母亲所布下的阵法，继续破解此处的大阵。本来以3人的实力，借助这座阵法就足以破解开那隐藏战力的大阵，更何况结界四皇的母亲还为结界四皇留下了4件能够提升催动阵法力量的宝贝。在那宝贝的帮助之下，楚风3人只用了短短半个时辰，就将这座大阵破解开来。此时此刻，大阵之中变化莫测，不断传来阵阵碎裂的声音。见此情形，楚风3人赶忙收起宝物，退散出大阵之外。而很快的，那大阵彻底碎裂，4道高大的身影便飞掠而出。这是4个形态4人，但并非是人的存在，他们很是高大，足有10米高，似是小型巨人一般，并且他们的身体似水晶一般，就像是由水晶打造而成。身躯是水晶，轮廓是水晶，四肢是水晶，铠甲是水晶。可就是这样4个水晶打造的存在，却散发着令楚风等人不敢轻视的气息。9品5组，5组巅峰，这4位水晶巨人皆是5组巅峰，还果然是5组巅峰的战力，但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的。看到这4道水晶巨人，楚风心生感慨。就在这时，水晶巨人的眉心处忽然射出一道光芒，总共4道光芒，其中1道射向了王强的手腕，另1道则是射向了赵红的手腕，而最后2道则是分别射向了楚风的左右手的手腕处。哎呀，我擦，这玩意有点疼啊！被光芒射中之后，王强疼得龇牙咧嘴。王强不要动，他们是在认主。楚风大声提醒道。哇！听得此话，王强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赶忙用另一只手抓住那只被光芒射中的手臂，怕出现意外，特意将其稳住。忽然之间，那击中王强的水晶巨人化作一道漩涡，身体竟然开始缩小，最终化作一道流光，落入了王强的手腕之中。这一刻，王强的手腕出现了一道特殊的符文，印入皮肤之中。这符文如水晶一般，但却并不闪耀，相反，很是隐秘，若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而楚风与赵红也皆是如此，那水晶巨人全都化作光芒，分别进入了楚风3人的手腕处。就在这时，赵红意念一动，手腕处的水晶纹身便开始变化，化作一道光芒飞掠而出，站在了他的身旁。而这正是之前进入他手腕处的那水晶巨人，修为与气势与先前一模一样，只是感觉却变了。之前乃是无主之物，但是此刻却已是有主之物，他的主人便是赵红。他将听从赵红的调遣，不仅会守护赵红安危，只要赵红一声令下，他将会为赵红去斩杀任何人。果然是认主了，可是为何却有2个都认主楚风了？赵红有些怨念地看着楚风，我兄弟天赋超群呗。王强得意地说道，也可能只是随机性的，我不过运气好罢了。楚风也是笑着说道，我猜也是。赵红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眼眸之中还是涌现着对楚风的羡慕。其实他也知道，2个水晶巨人全部选择楚风，肯定是有着原因的，只是他有些不服气水晶巨人选择了楚风，没选择自己，所以他自己给自己找了点理由，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这阵法之内还有阵法，我们可以掌控。楚风走上前去，盯着那已经开启的大阵说道。赵红走上前去观察一番后，笑着说道，这阵法倒是有趣，不过可惜只在这一定的范围内有效，倒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与楚风一样，已经看出了那大阵之内所遗留阵法是何模样。这是一座特殊的攻杀阵法，只要掌控阵法，在这一定的范围内便可以获得极强的力量。就比如说楚风现在是5品半组，可只要他掌控了那座阵法，在这一定的范围内，楚风的修为便可以随意攀升，甚至最高的情况下，楚风可以的修为可以提升到5组巅峰。不过因为是靠阵法力量提升的，所以与那化仙丹一样，有着同样的束缚，那就是楚风不能使用天级血脉的力量。获得阵法提升的修为后，楚风既无法用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也将失去天级血脉的逆天战力。但最强大的是，除了给自身提升修为，还可以直接催动那阵法，大开杀戒。因为那阵法本身就是一座威力极强的攻杀阵法。不过可惜，这阵法的范围有限，而这八荒乱坟岗又如此之大，显然这阵法派不上什么用场。反正是举手之劳，能占为己有，干嘛不占为己有？楚风，占了他！女王大人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好了！楚风大喝一声，便跳入那阵法之内，想要夺取阵法的掌控权。这个家伙见楚风居然执意掌控此阵，赵红有些不悦，但却也并未开口阻止。娘子，有人来了！忽然，王强指着远处说道：“怎么忽然来了这么多人？”赵红这一观察，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因为眼下不像是有人经过此处这么简单，而是有着很多人都在向此处汇集，并且越聚越多。虽然都是一些小辈，
可是来路却是不简单。莫说2等势力的人，就连1等势力的弟子都出现了。因为有隐藏阵法的存在，所以倒是没有人看得到楚风他们。而听那些人的议论，王强与赵红终于知道这些人为何在此处汇集了。原来小师说的消息是真的，在这八荒乱坟岗有2大天才汇集于此，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黎明公子，另一个便是颇为神秘的魂炼。他们2人似乎已经碰面过了，约定一战，要斗出个第一天才之名。而此处便是他们2人约战的地点。真是他娘的巧了，他们别的地方不选，怎么偏偏选这里？王强有些不接说道：“不是刚好可以看场热闹吗？”就在这时，楚风已经从阵法之中走了出来。成了。见楚风完好无损，王强诧异地问道：“这阵法已被我掌控？”楚风点了点头。这阵法本身就已被破，以楚风的结界之术，想要彻底掌握这座攻杀阵法，本身就不难。那你想看这个热闹吗？王强问道。看赵红意见。楚风看了一眼赵红，毕竟那遗迹内的地图只有赵红清楚，进入遗迹要靠赵红领队，所以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楚风都尊重赵红。小师说的话多半是真的。那些老家伙就算进入遗迹，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与其提前进去一无所获，还不如在这看看热闹。我倒想看看那个所谓的黎明公子和魂炼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赵红说此话的时候，嘴角掀起一抹诡异的弧度，眼中也是有着一抹特殊的期待。嘿嘿，听娘子这样一说，我也挺想看看的。注意到赵红嘴角那诡异的弧度以及眼中特殊的目光，王强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坏笑。在王强看来，不管那黎明公子还有魂炼到底有多强，但他们2人的修为也一定是5组之内，不可能达到真仙境。可是他们3人此刻都获得了5组巅峰的战力，尤其是楚风更是掌握了那座攻杀大阵。莫说可以操控大阵，斩杀万千敌人，只要在这大阵范围之内，楚风的修为都可以任意提升，就算想获得5组巅峰的力量，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王强想的是，既然那黎明公子以及魂炼这么不长眼，将对决的地方选在了此处，那么他们3个就有必要借助此刻的力量，让那2个所谓的超级天才吃上一些苦头。而就在这时，忽然又有几10道身影飞掠而来，竟然落在了隐藏结界之外，距离楚风等人极近，竟然是他们。定目一看，楚风也是目光一变，那是多个势力弟子组成的阵容，其中一部分是落峡谷弟子，一部分是3星殿弟子，还有一些势力是楚风所不熟悉的，但应该也都是2等势力的弟子。而在这群人中，楚风看到了寇康，紧随其后又有一伙人飞落而下，落在了不远处。那伙人同样是由落峡谷弟子与3星殿弟子组成的。而在那些人中，楚风同样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落峡谷的徐依依，3星殿的宋碧玉，他们2个都在其中。寇康兄快看，那不是落峡谷的徐依依师妹吗？怎么你们2个闹矛盾了？她怎么不与你同行，反而离你如此之远？一名其他势力的弟子以玩笑的语气对寇康问道。我听说落峡谷的徐依依师妹与那个楚风关系不浅，当初楚风在云鹤山初露锋芒之时，似乎就是徐依依师妹陪同的。想必徐依依师妹现在心中已无寇康兄，满满的都是那个楚风哥。又有一名男子开口，只不过他这语气便是有着几分讽刺之意，看得出来他与寇康的关系似乎并不太好，否则也不会趁机挖苦。说到那楚风，我听说楚风似乎也来到了这八荒乱坟岗，也许有机会看到这位新晋的天才。有人说道。没错，那楚风的确来了。我还听说那楚风似乎在八荒乱坟岗之外斩杀了上军府的第一弟子狄九州。紧接着又有一名弟子说道，楚风斩杀了狄九州，真的假的？听得此话，在场的许多人都目露惊讶的目光，毕竟狄九州不是寻常之辈，乃是2等势力中的第一高手，地位无人可动。在场的很多人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曾多次在狄九州手中吃过苦头，所以狄九州对于他们来说，那可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存在。不可能，狄九州是什么水平我清楚，楚风是什么水平我也清楚，楚风绝对不可能是狄九州的对手。寇康说道。寇康兄，你说的怎会如此确定？该不会与楚风交手过吧？众人好奇地问道。实不相瞒，我的确曾与那楚风交过手。寇康颇为得意地说道。那结果如何？众人一同追问。平。寇康道。寇康兄，你居然与楚风战成了平手？听得此话，众人眼中的吃惊之色越来越浓，对寇康也是开始刮目相看，尤其是那些个女子们，更是目露崇拜的目光。那楚风的种种事迹都被传得太神了，他根本没有那么厉害。当日在落峡谷，我曾当着我师尊以及落峡谷谷主还有苏景睿前辈的面与楚风切磋，最终平局，所以他不可能胜过狄九州。这句话寇康说的很是确定，因为他也与狄九州交手过，他也是狄九州的手下败将。这么说来，楚风不可能打得过狄九州才是。是啊，看来那楚风并没有传闻的那么厉害，果然传闻不能信。而听寇康这么一说，很多人都觉得楚风斩杀了狄九州的传闻乃是假的。寇康，你还要不要脸？就在这时，一声尖锐的声音响起，原来是徐依依。他听到了寇康与他人的交谈，本来不以为然，可当听到寇康提起楚风，他便忍不住了。徐依依与宋碧玉一同走了过来，当着所有人面对寇康说道。寇康，当日的结果的确是平局，可究竟为何？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徐师妹，既然结果是平局，莫非还有隐情不成？那位与寇康关系不是很好的弟子不怀好意地说道。平局就是平局，还有什么隐情？徐依依，就算你喜欢楚风，也不该这般替他说话。当日你也在场，我和他的切磋就是平局收场，这是你无法改变的事实。寇康很是不爽地大喊道。事到如今，他对徐依依已经有心无力，所以态度也不再那么客气。的确是事实，但是楚风让着你却也是事实。徐依依大声说道。原来是让着的吗？果然，我就说
寇康怎么可能与楚风打成平手？听得此话，众人一片哗然，甚至阵阵哄笑之声也是不断响彻。很多人都向寇康投去了白眼，觉得他先前之话乃是牛皮之言。他让着我呸！若说是我让着他，还差不多。徐依依，你去将那楚风叫过来，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与他交手一番，让所有人知道那楚风是否如传说般一般强。寇康面上有些过不去，不由得指着徐依依大喊起来：你明明知道我联系不到楚风，所以你才敢这么说。徐依依说道：联不联系得到，那是你的事。寇康双手环于胸前，不以为然地说道。徐依依气得瑟瑟发抖。楚风，出去教训一下这个家伙。结界之内，赵红看不下去了，正有此意，楚风说话之间便要向外走去，他可不会容许寇康这么欺负徐依依。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止步，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在那里，一群人马正在靠近，那是鹰氏天族的人，不仅有小辈，还有长老，他们气势汹汹而来，瞬息靠近，落地之时，已然将徐依依等人给围在了当中。这一刻，莫说是他人，就连徐依依也是有些慌了。鹰氏天族的小辈倒还好说，实力与徐依依他们相差不多，可是鹰氏天族的这些长老修为可就有些厉害，最强的一位乃是3品5祖，这个修为完全可以在意念之间便将他们全部抹杀。若是换作以往，他们也许不怕，可是现在落峡谷与三星殿因为楚风的事情，已与鹰氏天族属于敌对之势，这种时候遇到这些高手，对于徐依依等人来说可谓是相当的不妙。三星殿与落峡谷联名昭告天下，说为保楚风，不惜与我鹰氏天族开战。现在来看，你们倒也没有那么团结。鹰氏天族为首那位修为在3品5祖的长老开口了，只不过这阴阳怪调的语气，明显是来者不善。你们想做什么？尽管有些胆怯，但徐依依还是凌厉地质问起来。做什么？你们落峡谷和三星殿为了楚风，要与我鹰氏天族开战。现在我们已是敌对势力，你居然问我做什么？鹰氏天族长老冷笑一声，其中尽是嘲笑之意。你身为长老，欺负我们这小辈，就不觉得有失身份吗？徐依依问道。小姑娘，战场无情，这点道理你的师尊都没有教过你吗？鹰氏天族长老此话说出之际，眼中寒芒越来越浓，其中尽显杀意。这位前辈，落峡谷与三星殿与你鹰氏天族为敌，可我们并没有啊。一位被包围的弟子又是作揖又是鞠躬的说道。前辈，此事与我们无关，您放过我们吧。紧随其后，凡是并非落峡谷与三星殿的弟子，都是赶忙开口，的确与你们无关，走吧。鹰氏天族长老摆了摆手。与此同时，那些外门弟子也是赶忙溜走，虽然与他们无关，可是与你们可就有关了。随后，鹰氏天族长老又将那满含杀意的目光投向了徐依依等人。这一刻，落峡谷以及三星殿的弟子皆是心中一凛，单从鹰氏天族长老那目光之中，他们就看得出来，对方是真的动了杀念，他们恐怕真的是要大难临头了。这位长老，你先前也听到了，我与楚风素来不和，我三星殿的确说过要保楚风，可那是我们掌教的意愿，对此其实我并不赞同。今日你们若是因为楚风而杀掉我的话，那么我未免死得也太无辜了一些。忽然之间，寇康站了出来，一脸无辜地说道。寇康，你！寇康此话一出，徐依依顿时大怒，就连宋碧玉也是脸色一变，没有想到寇康会是如此窝囊之辈，居然对敌人求饶。落峡谷与三星殿的诸位师妹师弟们，难道我所言不对吗？我们与楚风本无瓜葛，凭什么我们要因楚风而丢掉性命？寇康也不理会徐依依与宋碧玉那异样的目光，而是继续对其他弟子说道。对，寇康师兄所言极是，我们不该为楚风而死。这位前辈，我们与楚风没有关系，求您放过我们吧。而寇康此话一出，无论是三星殿还是落峡谷，都有一部分弟子赶忙与楚风撇清关系。你们这群没有骨气的东西，面对这些弟子的求饶，徐依依与宋碧玉皆是气得瑟瑟发抖。他们这不仅仅是在求饶，同样也是在有辱师门，此行此举简直与背弃宗门没有两样。我们不是没有骨气，而是不想因为无关之人白白死去。寇康不仅反驳，同时继续对鹰氏天族长老说道：前辈，请您明察秋毫，不要错杀无辜之人。哈哈，好，我鹰氏天族也并非不讲理之辈，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们也走吧。鹰氏天族的长老又摆了摆手，虽然为了保命，这种行为也是在所难免，可是寇康等人此举仍然遭到了不少围观之人的唏嘘，毕竟这种行为怎么看也都是贪生怕死，太没骨气了一些。不过寇康等人却根本不理会旁人看法，就像虎口脱险一般，赶忙离开此处。但是寇康在即将走出包围圈时，却又忽然止步，回头对徐依依与宋碧玉暗中传音道：你们没必要因为楚风送命，和我们一起走吧。滚！徐依依冷声喝道，看向寇康的眼中充满了厌恶之色，甚至就连与寇康同门的宋碧玉看向寇康的目光之中，也同样充斥着轻视之色。你们真是冥顽不灵，死有余辜！寇康眼中涌现出一抹狠色，随后大袖一挥，便扬长而去。但是他却并未真的离开，反而来到人群之中，居然想要亲眼看到徐依依与宋碧玉等人丧命。怎么，你们真的愿意为了那楚风而死？鹰氏天族长老对徐依依等人问道。经过了先前的一幕，他似乎更愿意看到这些弟子与楚风撇清关系的一幕，毕竟这样一来，也能侧面的说明楚风不得人心，我们与宗门同存亡，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哪来那么多废话？徐依依大声说道。我们与宗门同存亡，要杀就来。与此同时，宋碧玉以及其他弟子也是大声说道，声音如雷，震动苍穹。他们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很好，既然你们执意如此，那我便成全了你们。鹰氏天族长老眼中怒容再现，说话之间
便猛然抬起手来，刹那之间，风起云涌，天昏地暗，三品五祖的威压便横扫而出，仿佛末日都要降临。在那一刻，徐依依等人都是闭上了眼睛，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因为在这股威压面前，他们当真是没有生还的机会，恐怕今日你还杀不了他们。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徐依依等人必死无疑之际，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此音响起就像是一道惊雷，猛然炸响，让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惊。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当那道声音响起之际，人们惊愕地发现，应是天族长老那抬起的手臂竟然凝固在了半空之上。与此同时，他那磅礴的威压竟也烟消云散，准确来说，是被一股比他那威压更加强大的威压给强行压制了回去。四品五祖是有四品五祖出手，才为徐依依等人解了围。莫非是落霞谷与三星殿有援军来此？这是此时此刻在场的每一个人所产生的想法，竟然是他。可是这一看，人们顿时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眼中涌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吃惊之色。只见一道身影正自不远处缓缓行来，可是此人既不是落霞谷的长老，也不是三星殿的前辈，这乃是一位年轻人，比在场的许多小辈还要年轻的年轻人。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这不是楚风吗？天哪，他怎么会这么强？竟然是一位四品五祖，难怪他能斩杀殷良辰和狄九州。原来楚风真的如传闻一般强大，如此年纪居然拥有四品五祖的修为，绝世奇才，这当真是绝世奇才啊！我百炼凡剑，真的又出现了一位绝世奇才。这一刻，围观的人群顿时炸开了锅，所言之语皆是对楚风赞美之词，不是他们溜须拍马，而是此时此刻，他们当真是被楚风的强大给惊艳到了。